叙大事，非同凡响。我是童文勋，又到跟大家来谈大事的时间。今天发生什么大事？哈，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看一看这个关税的问题，因为川普说要对于加拿大啦，要对于墨西哥啊，甚至要对台湾、对中国，中国的部分是加征关税。所以我们就来今天的第一段，先来谈谈这个关税的问题哦。关税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在谈蔡英文的论文的时候，他的假论文的时候，为什么判断它是假论文呢？因为他在讲 WTO， 在讲关税的规定，在讲惩罚性关税，然后他讲的完全是错的，错字连篇，甚至他的原来的英文版本的那些断章残简啊，他把它翻成中文一对一的时候，竟然还可以发表在台大以及政大的期刊，用这种东西去做教授、副教授那种升等哈，是非常糟糕的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呢，因为我们整个节目去解读了他的论文的内容，所以我也复习了一次 WTO 的相关的规定。因此，对于 WTO 的历史以及整个衍生的过程，以及他最后他的论文为什么没有办法完成，其实我们都做了解读。所以，对于川普现在要科以惩罚性关税，那他的原因是什么？他能不能通得过 WTO？ 甚至川普认为说他要退出 WTO， 以及他非常的推崇的是在罗斯福之前的罗斯福之前的那个总统。那个总统就是利用关税，然后那时候减少所有的对于个人的所得税的苛征，大家过得很幸福啊。然后他利用关税就可以因应国家的支出了。可是罗斯福后来什么？川普认为罗斯福去上了一个大当。罗斯福总统上了谁的当呢？他上了丘吉尔的当。他认为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当时认为说，哎呀，一次二战那么密集的全球打了2次的世界大战，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物不能畅其流啊，货不能畅其流啊，我们应该要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对不对？人尽其用，这样子就不会有战争了。然后他说服罗斯福，罗斯福认为说，对，我们应该要这样做，所以就这么做了。但是这么做的时候呢，吃亏最大的是谁？其实是美国。美国因为长期以来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它的购买力最强，所以所有人利用这个关税、贸易障碍全部拿掉之后，关税的减免，所以一大堆的商品涌入美国。那你说涌入美国，一大堆商品非常的便宜，所以造福的是美国人民众，对不对？可是也相对的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美国人这几年可能生活有一些改变哈，然后我们也有很多人提倡要简约的生活、极简化，然后把生活整理的整整齐齐的。可是美国人很容易变成什么？你的车库就是堆满了，尤其是像住在加州，或者说你虽然是在纽约州，但是你不是住在downtown曼哈顿，你可能住在纽泽西，那你也是一个 house，它通常都会有一个车库。那车库呢，到最后都没有停到车库里面，车子都停在外面，干嘛呢？因为车库已经堆满了，每一个人都有重复的东西。你真的把车库的东西整理出来，你真的没有必要浪费那么多钱。虽然说都很便宜，卖到美国的商品都特别便宜。韩国人抱怨说，三星的电视在韩国卖的比较贵，卖去美国比较便宜，这不对呀、可是因为它的市场比较大，它的经济规模比较大，好，所以如果美国人不要这么浪费，我们不见得要消费全球的产品。那我提高关税，我可以减少所得税，就可以造福大部分的，而且是中下阶层的人。因为高端的商品，我给你科高关税，那高端的商品是有钱人在消费嘛？川普自己是有钱人，可是他仍然认为关税是希望他将来希望是国家的主要的收入来源，他要去减少所得税，他真的要用涓滴经济去造福底层的人。所以全球化走到今天，会不会确实如张忠谋所说的，全球化已死？原因就是因为川普。
那全世界这么多的政要以及这些企业主，为什么反对川普？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他不可测。其实他没有不可测，他已经把他要说的事情、要做的事情，通通都告诉你了。他非常的透明，那大家就知道说他说到做到，那这非常可怕。可怕在哪里？当你用惩罚性的关税突然对哪一些国家课关税的时候，这些全球化的这些企业的布局就会被你打乱。我本来啊，为了要减少进去美国的关税，所以我已经把工厂布置在墨西哥了。你们本来有一个 NAFTA，后来你们有一个墨西哥跟加拿大的、跟美国的三边的一个贸易协定嘛。那这个新的一个贸易协定，我们遵守你的贸易协定，所以我才会去投资在墨西哥啊。我可能投资在加拿大啊。就你今天对墨西哥跟加拿大科以高关税，好了，然后呢，就在这2天，墨西哥总统跟我们的加拿大总理呢，就做了一些杜鲁道就做了一些相应的回应了。他这个回应，大家觉得会怎样？就说好，你美国扣我高关税，那我反过来我也扣你高关税啊。我们大家都不要遵守 WTO 的规定好了，甚至 WTO 的精神我们都不遵守。反正你磕我，我也磕你。那所以你卖给我的东西，看谁卖过来多啊？看谁卖过来多啊？其实美国跟加拿大长期以来，因为加拿大是美国的天然气、石油的主要的进口国，美国已经长期不是依赖沙特阿拉伯，跟之前什么石油危机的那个年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是现在因为美国自己生产的页岩油还有天然气，所以它减少了对加拿大的大宗的这个输入。那相反的哦，会变成是美国出超加拿大。当美国出超加拿大的时候，加拿大对于美国的商品课以高关税，代表什么？代表谁会被谁磕的多？可能是美国输入加拿大的商品会被磕的比较多哦。那到最后落实到什么？你课的关税，你课的每一种税，所得税、商品税、货物税、消费税，通通都到消费者身上嘛。所以加拿大人将来在他民生的必需品的时候，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加拿大就不生产，如果是来自美国的，那可能东西就会变贵。好，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包括杜鲁道的一些做法哈。好，那就给大家看一看新闻的报道好了。不见得要直接翻译啊，但是现在很多翻译的工具嘛，好，所以我们先来看看新闻的媒体。好，这个呢是 USA Today 哈，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昨天的新闻。他怎么说呢？他说墨西哥总统下令对美国征收报复性的关税，然后他要怎么磕呢？好，他说因为呢，美国对来自墨西哥的商品征收全面的关税之后呢，那墨西哥的总统星期六就表示，他已经命令了经济部部长实施关税跟非关税的措施。哦，非关税的措施要捍卫国家的利益哈。非关税的措施基本上是违反 WTO 的规定的，墨西哥也是 WTO 的会员国啊哈。然后呢，这是相应的报复嘛哈。本来呢，这个左翼领导人哈，这个所谓的左翼领导人就是墨西哥的这个总统啊，他是很有名的，他是左派的。他本来寻求对话合作，然后多次尝试跟川普啊缓和的紧张的关系，而且他曾经说过自己啊，自从10月上任以来，就是去年10月哈，他也是一个新的总统。他说他已经缴获了200万剂致命的合成鸦片类药物芬太尼，然后也拘留了10万多人啊，与毒品相关的这些贩卖毒品的人。那川普表示呢，因为我为什么对你课征关税，是因为你没有阻止芬太尼进入美国，好，以及你没有阻止不受控的移民进入美国。那这个是目前墨西哥的这个对应的方式。然后我们来看看杜鲁道哈，杜鲁道也挺有趣的哈，我们就不放原声，我只让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翻译。好，我把声音关掉。
他就对美国进口到加拿大的总共有1550亿的商品啊，他要征收25%的关税，然后这个礼拜二就会直接对于价值300亿的美元的产品呢先苛征，好，然后呢剩下的1250亿的商品呢，他会渐次的逐次的来做。然后他也对于美国的公民呢，美国人啊，他提出呼吁，这是后半段他说，美国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跟邻居啊，这样子做是在伤害加拿大人。除此之外呢，他会给美国人民带来真正的不好的后果。好，正如他一直所说的他说他要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将使你们的工作面临风险。因为可能关闭美国的汽车组装厂跟其他的制造工厂，这会提高你们的成本。因为包括杂货店的食品啦、汽油啦，他们会阻碍你们这个生活嘛。好，包括美国攸关至上的这些重要的廉价商品，还有一些矿物在内。他希望大家是合作的关系啦好。那其实他有没有说错？没有说错，可是他也忽略了，就是说，那川普想要干什么？川普要你做的无非就是一件事情啊，他就是要你去把这个芬太尼边境你要管制好啊。为什么川普会喊话说，那不然加拿大给我管好了？你并没有管好啊。芬太尼也透过了加拿大边境跑进来美国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知道，在关税这个事情上面，事实上被惩罚的国家也是可以反击的。好，可是看起来是这样子，加拿大跟墨西哥现在好像变成了中国的一个前哨站，因为面临关税战最严重的其实是中国。那只是因为川普这一任呢，他对其他的国家他也开始动手了，包括对台湾他也要动手他要把自己的公司治理最好。美国是一个大公司，他要把这个大公司的收入弄到最高，支出弄到最少，然后造福每一个员工。那其他的公司不会做事嘛？其他公司也会相对的反应。可是我必须要说这样的一个反应比较大的部分只是为了面子，因为你身为一个总统或是身为一个总理，你们都面对了一个选举的压力，所以不可以示弱啊。可是之后必定会达成一个妥协。那这个妥协是什么？这个妥协最主要还是保住你的里子，而不是只是保住面子而已。因为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美国还是最大的市场。而且如果你因为苛征关税，所以导致我的商品没有办法卖到你的国家，那相对的，你的商品也无法卖到我的国家，那到最后就是要来精算谁的损失最大，谁的厂商最不能承受起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拖延。那确实 WTO 让很多的厂商在做国际化这个过程中，它的布局是非常的精准的，长达大概20-30年来，这样的一个布局大概不会有太大的移动，你也不会犯太大的错。可是因为川普出现了，他突然用这种苛征高关税，而且是全面对某一个国家突然全面苛征高关税，让你躲都躲不掉，你没有办法做事先的布局。川普想要什么样的效果？这种高关税它随时都可以停掉哦，它可以透过谈判随时停掉。可是厂商会被他吓到，就像现在因为让领导先走，所以显然把习近平吓死了。那因此他要做很多的攻势对不对？军事的地下碉堡要保护自己。好，那当美国这么做，川普会这么做的时候，所有厂商都会想想他的布局要怎么办。可能会有大量的厂商在思考，川普要给我减税哦，然后你要真的要 deregulation， 你真的要把一些非常繁复的法规通通都把它拿掉，你不要那么的过度的保护工人，然后工会跟商会每一次都在那边搞罢工，大部分的公司会离开美国，都是因为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然后一喊说要加薪多少，就一定要加薪多少，没有一个公司有办法承受这样的一个压力。可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一些问题通通都消除掉，而且提供我足够的有能力工作的工人，而不是捣蛋的工人的话，那大部分的公司，或是事实上已经充分机械化的公司，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力，比较不会有工会的压力的公司，可能就会移动到美国去。所以对美国的投资将会呈现爆炸性的成长。我们几乎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果。这不是我们今天打一个关税战，那打完就算了。那一定有一个目标，川普的目标非常的明显，他的目标是要让全球的厂商自己思考要不要往美国移动。如果你的市场跟美国没有关系，当然不需要移动嘛。可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市场跟美国有绝对的关系的话，那你不移动才怪。那好，当所有的公司都开始移动它的步伐，之前已经移动了很多了，现在如果就进一步的移动的话，那受伤害最大的会是谁？受伤害最大的就是过去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当然是中国。那至于说已经移动到，比如说印度啦，目前看起来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在贸易上面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冲突，所以印度似乎还在这场冲突之外，哈，这个可以再观察。可是伤害最大的必然是中国。那中国准备什么？中国没有想说要，他也无能为力，他事实上是无计可施。所以呢，他没打算要干嘛？他没打算要干嘛？他现在就是要扩增他的军事准备，准备要打仗了。好，这个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哈。你不是要解决商业的问题，你竟然是想要打仗。好，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台湾哈，台湾也是非常的奇葩。我们来看看台湾，现在对于高关税这个问题哈，那我们的中经院的院长也说话了。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中经院院长说了什么。好，我来把这些档案点出来哈。好，谢谢中企斗内，谢谢千鸟斗内，也谢谢你送出会籍。OK，我们来看看这个川普2.0的关税战哈，我们的中经院院长怎么说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奇葩，感觉上是无计可施之后的一个说法了哈，因为你一旦有作为，你当然就是主动要去谈判嘛。那台湾到底有没有谈判的筹码？我们待会来说。我们先看看中经院的说法哈。中经院院长是这么说的，他说啊，糟糕了，噩梦成真，台湾不要想会被排除。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标题意思是说，台湾也会在川普的高关税的惩罚的范围里面，哈。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这个内容就是说，2月1号起，分别对加拿大、墨西哥征收关税是25%，对中国额外征收10%，这是进口到美国的哈。然后中经院院长连贤明他说，全世界噩梦成真，加拿大都被课税了，台湾不要想说会被排除在外。然后这是他的脸书哦，他说全世界的噩梦，好，因为我们的中经院在研究什么？我们的中经院就在研究 WTO，在研究贸易，好，自由贸易。那你应该要提出办法啊，对不对？他就讲了一些什么呢？他讲了一些我们都知道的常识的问题。他说现在问题看起来啊，比想象还要糟糕。现在川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IEEPA， 跳过过去要先实施301调查就是在2月开始就对加拿大跟墨西哥可以这个关税增加了25%，然后这种课税的国家看起来是全面性的，因为美国连盟邦都拿来祭旗，而且课税税率一次到位。除了中国是额外科，就是之前已经被科了，额外在10%之外，加拿大跟墨西哥都增加了25%。好，然后呢，课税的商品看起来也没有豁免项目，
目前仅有加拿大的油品给予10%的差别税率，其他是全面科的哈。好，所以他预测说，美国2月中可能会针对半导体产业开始课税。既然加拿大都被课了，台湾也不会被排除，然后应该是税率至少10%以上。那台湾应该要怎么因应？他提出几个观察，第一个是降低台美贸易逆差，这办得到吗？第二个是考虑台币的汇率升值啦。好，我们汇率升值，那现在台湾这几年的产业两极化，AI 产业富得流油，传统产业苦哈哈。台币如果升值，对于传统产业呢，会雪上加霜。那你这个是在说解方，还是在说干话呢？你明明知道说传统产业苦哈哈，然后你台币升值，会对传统产业雪上加霜，再加上我们长期以来我们的移工也不开放，然后又是国家去谈出一个更高的一个雇佣的成本，那就是要台湾的传产业一次死光嘛。如果台湾传产业一次死光，然后再加上 AI，因为川普科了高关税之后，我们做政府没有任何的作为，所以呢，当然也会跑光啊。所以我们会什么都不剩，我们传产业也活不下来，我们的 AI，我们的基体电路，通通跑掉了，政府无所作为。照理说，我们今天为什么墨西哥跟加拿大敢对美国相应的也去科他高关税，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有足够的筹码，然后表面上保住了面子，我再跟你好好的谈判嘛，谈判的结果就会保住里子。可是台湾既没有筹码跟美国谈判，我们也我们也经不起这样的一个高关税的惩罚，所以台湾更应该要主动去跟川普谈出一个 win-win game。台湾有条件去谈出一个双赢的办法，而不是等着川普给你施以高关税之后，然后呢，你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的办法。这个台中这个中经院等于是政府的智库哦，包括我们要加入什么什么组织，什么什么，都是请这些单位在做研究的。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中经院的院长，看起来好像是手足无措，他只有告诉你说：“嗨，我告诉你两个消息，第一个是坏消息，第二个是更坏的消息。”完蛋了，真的是完蛋了哈！这个是完全是束手无策，因为你反应已经太慢了。那到今天为止，2月2号，你都束手无策哈。那请问2月2号，那不然6月6号，6月6号最有名的是断肠石。再过4个月，你如果完全都束手无策，你只好面对断肠石了。其实硬要提出 win game， 我昨天说，台湾甚至可以免费帮他制造一些军用的晶片。那有人就留言说，台积电又不是国家的，你凭什么你说叫台积电去制造什么，台积电又去制造什么，并不是。就是你知道专利啊，我们从来没有动用过这样的一个条文哦，就是必要的时候，为了国家的安全，我们可以征收某一些特殊的技术。那我可能不是征收你的专利啦，我可不可以请台积电协助？我们在某一个部分不是属于台积电的投入，但是我们设一条生产线，甚至由你来代管，有太多的方式可以谈。台积电固然是一个跨国的企业，但是它也承揽了非常多的机密的这种契约，都有。它长期以来也在帮美国，或是加拿大，或者是以色列，或是法国各个国家从事这种高精密的，甚至跟军工相关的晶片啊。那甚至它有一些晶片还被美国拿走了，被中国拿走了嘛？甚至发展 AI 的晶片不是吗？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川普不信任台积电的原因嘛？而且这也不是空口白话，他抓到过啊，是不是？所以应该要去谈，赶快去谈哈。
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题。好的，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好，有人就昨天去写的陈情信哈，应该要请大家加油努力哈，这不是我们一个人所说的哈，我们是集弱音啊，集合大家的声音啊。好啊，我们应该要合作了哈，不要每一次都妖魔化别人，也不是一个集合名词，就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哦。你应该尽量去分裂它。什么叫做分裂它呢？这个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啊，有人是本土化的国民党，有人不是啊，有人确实亲中啊。那亲中的那些人，你不要整天骂他，你要拿出办法来对峙他啊。所以我们现在说的中共代理人登记法，你为什么不做呢？那你说我现在没有过半，我问的是你过去8年过半，你为什么不做呢？你故意不做嘛？你故意无所作为嘛？甚至你的内部的人也有是可能会犯到这一条的人啊，所以你不做嘛？那现在怪谁呢？现在就妖魔化别人，靠着分裂撕裂这个社会，我们就可以让国家更好吗？做不到的。好，这个真的是很糟糕。好，所以我们第二题，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入第二题。好，对的。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二题哦。声音很小吗？有人觉得声音很小吗？好，因为我们没有把声音开得很大啊，应该音讯的部分哈，我们不会，我们不会把声音开得非常大，所以大家可以从你们那一边哈来做调整。好，我们直接进入第二题哈。第二题就是川普到底有没有去跟中共做一个交换？就是拿台湾，他反对台湾，反对台独，然后拿去做交换哈。那川普最近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有这样的一个作为呢？哈，就是他一边在签署一些法案的时候啊，行政命令，他签了一大堆命令嘛，一边前面有媒体，他在那椭圆形办公室，然后媒体就一边问他问题，好像不是很正式，他反正也不是太认真啊，一边签名。一边回答问题，然后就有媒体问到他说：“哎，你是不是对于中共啊，曾经跟习近平谈过，为了要停止俄乌战争，所以你可以拿台湾来做交换，就是你反对台独，拿来交换，就是说中国支持停止俄乌战争。”那川普说没有，没有谈过这个事。那大家相不相信他？相不相信他？我认为啊，我认为我可以把这个麦克风放高一点哈。我认为，他不会跟习近平谈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正因为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所以他绝对不会去谈这个问题。你都已经同意他，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bargain？你这个是底线的底线，底牌的底牌。而且对于美国总统历任总统以来，就是说打完太平洋战争之后，打完二战之后，1945年战争结束。美国是太平洋战役的战胜国，而且太平洋战役战胜是打得多么惨烈。他本来不参战呢，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去打了珍珠港，然后把他的战舰都集成在珍珠港里面，所以如果这辈子没有去过那个夏威夷的人，其实可以去夏威夷一趟啊。这种战争的遗迹啊，冷战的博物馆或者战争的遗迹，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我们不能忘记。所以今天如果不是珍珠港事件，美国不会参战。珍珠港事件之后，包括菲律宾被日本人拿下来，麦克阿瑟将军为了要一雪前耻，对不对？所以好好的打了一场太平洋战役。太平洋战役，当他的大部分的航空母舰、驱逐舰都被打掉的时候，他竟然在美国在把军工全部都全力加速，然后在2年之内啊，那个驱逐舰跟航空母舰像下饺子一样，咚咚咚几百台就丢到海里面去，然后开始到了太平洋这一边西岸来打了一场太平洋战役。
在那一场太平洋战役里面，日本的所有的船舰几乎全部被打沉，飞机也一样。台湾没有登陆，但是呢，被翻地大轰炸。所以，我们如果听老一辈的人讲，他们小时候怎么样躲空袭，然后去挖防空洞，那种防空洞通常是土堆哦，然后挖出来，然后就不能上课，然后躲在防空洞里面。因此，他打赢了太平洋战役之后，台湾当时是日据啊，台湾是日本的领土，所以美国把它占领下来了。占领下来之后怎么样？那因为那时候蒋介石父子，国共战争之后必须要有一个栖身之地，就交给他管理。所以一直有人主张这个是一个地位未定论。可是无论如何，你一个尾大不掉的问题，当时后来又发生了韩战，又发生了越战，以至于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处理。没有处理的结果就是中华民国在这边落地安身了。然后我们拥有很多国家的免签证，上百个国家的免签证，但是有真正邦交的国家却很少。这跟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中共因为它的这个诸多问题，所以它跟很多国家固然有邦交，这是表面上的，但是免签的国家却非常的少，这刚好是完全相反的，没有信赖感哈。所以有没有邦交，对于台湾来说看起来不重要，我们也到全世界去做生意了。那所以美国的总统，历来的总统，他们怎么看待台湾的问题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就是习近平哦，他曾经这个是真正的事情，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他曾经要求过拜登，被拜登拒绝了。他要求什么呢？他说要求拜登直接说反对台独，改变之前的一个就是不支持台独啊，变成反对台独。然后美国拒绝了，美国拒绝了，因为这种东西是很难改变它的底线的。你如果改变底线，你等于完全让步。那你完全让步的理由是什么？你一定要得到长期的好处嘛。你卖掉一次，就直接把它卖断了，那你换到什么？什么都没换到。没有一个政客会这么做的，更没有一个政治人物会这么做。那何况是川普？好，所以我们除了看拜登美方拒绝之外，然后川普怎么说？这个是我们中央社的报道哈，因为川普说了这一段话，这是《经济学人》的报道。他说中国希望怎么做呢？希望啊出手帮助呢俄乌战争停止的代价，就是重新你们再发一个美中新的一个联合公报，然后美国必须要确立反对台湾独立，然后改变不支持台独的一个惯用的措辞。好，结果川普说，被问到，刚才说了哈，媒体问他的时候，他说有报道指出，习近平可能要求你拒绝可能的台独在俄乌战争上面提供协助。川普回应是说，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好，这个就是目前看到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可以直言来说了哈，川普到底怎么看台湾的？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可是我说了不止一次了。就我跟美国，有一些官员，好，就是国院的哈官员谈过这个话，包括他们怎么看一个中国。然后我听完之后，我自己也笑了哈。他们认为一个中国是一个地理名词，一个中国的意思代表什么？就是地球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人会搞错，所以他们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这不代表也不承认，就是中国对于台湾有任何的主权，互不隶属。那所以话没有说完，话说完是什么？话说完就是有一个中国以及一个台湾啊，就这么明白，这没有其他的解读的方法，就是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好，所以今天台湾如果说要独立，应该要跟这一些台派的主张台独的这些所有的老前辈们，要跟大家讲，你们要主张台独啊，不是去跟中共喊话，
或者自己举办公投都没有用。你要台独，你要去跟美国商量。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台湾，我们就讲400年来的历史，不管是荷兰入主的时候，那时候他把台南设了一个关税，对不对？他真的设了一个关税领域在台南，那它是一个主权嘛，对不对？那时候我们有大都王国，我们有一个主权，然后到后来清朝，到后来日据，到后来美军占领，到后来中华民国，对不对？这个整个过程中，到底台湾的历史定位是什么？这怎么解决它？其实美国的看法很简单，就是台湾是美国的。虽然它不是第51州，有些人说你要去搞这个公投，那问题是我们现在是一个鸟笼公投啊，我们不能去公投有关于国土以及名称，或是就是我们不能去公投这些内容。改国旗可能可以，没有在里面，但是你不能公投，我们是不是要变成美国第51州？而且现在排队已经排了很多很多国了，对不对？第51州，川普已经说的是加拿大了哈，所以我们即使要往前挤，也只能挤到第52州。那这都是开玩笑。关键是美国历来把我们当做什么？就是400年来以及近代史，就从1945年到现在，美国把我们当做是他的属地啊，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说我要争取台湾独立啊，争取台湾独立的人，请去跟美国谈，不是跟中共谈啊。所以美国为什么说我不支持独立，是因为台湾是我的利益。那台湾如果独立，如果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我当然不支持他。可是你要他反对台湾独立，好像也没有必要。他为什么要反对台湾独立？他只要不支持就好了。因为现在你是他的属地，他目前不支持你独立，就这样。所以他没有必要去反对台独，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框在中共的这个框架底下？你是给我啥？你是给我钱，还是你签署了核武协定？你真的不发展武力，那我们还可以来谈一谈嘛？可是你没有啊，我不可能把我最大的一张底牌我就把它掀了，然后等于是把台湾送给你，然后不如一次把台湾送给你，你喊个价钱，不可能这么做，因为第一岛链到目前为止把中国当作是主要的敌人，军事上的敌人跟经济上的敌人，是美国已经是2党的共识了。那第一岛链当然要守住啊，而且台湾自己还会自己生产，自己赚钱，自己有了 GDP， 还来给你买武器，这完全是可以赚钱的一笔生意，又可以把第一岛链全部都锁起来啊！菲律宾你还要给他钱嘞，台湾可以自立自强，韩国也是可以收到钱的，日本也是可以收到钱的。我当然是把这第一岛链通通绑好啊。所以川普怎么看台湾的问题，台独的问题？很简单啊，你就是我的属地啊，你要听我的啊。我当然不支持你独立，你要我支持你独立，你要来谈啊。那谁去跟美国的总统历任的总统，谁去台湾，谁去跟他们谈过了？从来没有。所以美国人只要谈到这个问题，就会笑笑的说：“你们从来没有说过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来谈啊，你们从来没有来谈过。”号称要独立的都是民进党嘛，那民进党的总统有几任？第一任陈水扁两任8年，第二任蔡英文2任8年，现在赖清德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第一任1年过去了，有没有这几任啊？这总共是17年了，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派了任何一个特使，然后到华府去运作？说来，请支持我们独立，我们要怎么独立？我们要一步一步怎么做？从来没有。我们至少我们在比如说去参加世界宗教自由会议，好，或者是说华府的这一些主要的民间友人，
或者是说在国会里面的，或者是说在国务院里面的朋友，其实我们常常在台湾听到说我们要入联，有一些组织像 FAPA， 对不对？在美国，可是当我们在这些活动里面，甚至在其他的 round table， 在其他的论坛里面，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我们有没有见过我们的驻美的代表？或者是说我们外交部的人员？我们现在外交部驻外的单位已经沦为这些官员或者是说立法委员到各国去拜访的时候，他们已经沦为什么？被视为是旅行社，他们就要去协商协调出来，然后要去帮他们安排拜会。他们基本上应该要去做的这一些外交的工作，反而没有在做。我介绍过不止一次，包括司法院，对不对？卸任的院长被爆出来说，之前在他在任的时候要去德国访问，那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被霸凌的是我同学啊，是我大学同学啊。这么好的一个外交官，懂德语又懂法律的外交官没有几个人。然后你要把它当做旅行社来处理，你司法院有司法院自己的预算啊，你自己去找翻译啊。你怎么可以把我们驻当地的外交官把它当做是什么旅行社以及翻译人员？那不是他们的工作，好不好？完全失去分际，乱七八糟。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现象。那最常被叨扰的是谁？如果是中南美洲的话，因为很难飞过去，通常不会遇到人。可是欧洲的这一些驻外的单位是很容易遇到这一群人的。今天来拜会，明天又来拜会。最常被叨扰的是谁呢？新加坡去考察，什么县政府都会考察，市政府都会考察，考察什么？考察了半天回来有没有做？丢脸啊，没做。新加坡有官员也会回来问啊，那你们上次来考察之后，你们台湾有什么样的改变？以前我们的樟宜机场也是怎么样？去看过你们当时的中正机场啊，所以我们参考回来，我们盖了一个非常棒的机场。所以我们也应该再回去参考你们，你们参考我们之后，你们做了什么，我们也来参考看看，我们也来考察看看，结果什么都没做。这个就是我们的外交部。所以话说回来，就是我这几天一直在谈的，台湾对于美国的关系，这4年来绝对是退步的，绝对不要否认这件事情。讳疾忌医，你永远治不好。所以昨天给大家看了一张相片，那张相片从来没有人看过，就是川普跟赖清德的距离到底有多近，就一步之遥啊。他们不是没有见过面，这是4年前就已经有的规格。只是一个副总统的当选人，他就可以坐在祈祷早餐会的第一排，旁边坐的是国会议员、参议员Lindsey Graham， 然后这是川普最好的朋友，在议会最好的朋友。最近 Lindsey 对于他把1月6号的国会山庄事件的所有人全部都特赦了，他有点意见，所以上了很多媒体。为什么这么多媒体都一定要让他上节目？就是因为他知道那个 Graham 是跟这个川普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他在批评川普的时候，这些主流媒体、这些左媒就特别爱用那4年前都已经在那个位置，请问你现在是总统，如果你在川普就职典礼，你真的去拜访的时候，你当然要跟他谈事情嘛。所以你应该在什么样的位置？我猜他应该会被安排在这些科技界，就跟他家人的这一区，他的现在的内阁这些幕僚，应该是站在这一区，然后看着听他的就职演说，这绝对没有问题。他挤一个人进去多么容易啊！那个厅虽然很小，但要挤一个人进去不难呢。为什么不做？你都什么都没动作，所以他再次喊话嘛，再次喊话到今天还是没有动作，这是非常糟糕了。我们说可以做球，有很多球可以做这个球要怎么做呢？就是包括台湾海峡中线是什么？是公海啊。那第一次的国际会议在台湾举行，那我们就邀请川普来，或者是邀请什么我们最好的朋友Marco Rubio，
那来了之后呢，第二次海峡中线是公海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会议，我们就移师到美国去办呢。他现在不是在巴拿马的运河这个问题吗？这是很好的一个话题啊，甚至可以结合巴拿马话题一起来谈嘛，重新来谈这个事情嘛。那第二次我们就到美国去嘛，第三次可以到哪里去？再移师回来美国，就移师回来台湾，就是这样交错。所以有很多的场合他们可以见面。这样的国际会议当然是赖清德亲自去参加啊。还有人搞不清楚，说有一个旅台法，旅台法是川普在上一个任期的时候通过的，所以我们的两边的人呢是没有天花板，总统可以互访的。还有人留言说，你要赖清德去华府啊，是强人所难啊，他怎么有办法去华府？他已经去过啦，他也进去过白宫啦。你看有这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谁阻拦的？我再说一次，那个时候绿媒被交代不能够大肆的报道。那你说有啊？我现在查到有啊，你现在查到都是电子媒体，电子媒体可以候补、可以修改、可以下架，可是纸媒不可以。那过年嘛，我总是要回台南啊，就那一天我就在 Seven， 很早，我是开车下去，我不要吵人哈，我就是开半夜的，4点的时候我就已经到了台南，我就找一家 7-Eleven 坐在那边喝个咖啡，我就看到就是说不到5点的时候有人来送报纸，然后我就看了 7-Eleven 的报价，那个报价大概有20几种报纸，那个报价是长得一模一样的，这比较好制作嘛，所以全省的 7-Eleven 的报价都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什么报纸都有。可是呢，报价上只有一种报纸，在台南就一种报纸，什么报纸呢？自由时报。不到5点的时候，自由时报大概送了20份报纸来，是一个私家轿车，所以现在派报它通常都已经分散到那种发广告的夹报的这些地方哈，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方法来送报纸，也比较经济啦，你不要派报车成本太高了。好，进来之后呢，开始4点多不到5点，就有老人家进来买报纸，就一份一份的买。所以我喝完一杯咖啡，大概他已经卖掉了4份报纸。那他就是打算一天他只卖20份报纸，其他报纸呢，一份都没有，没有联合报，没有中国时报，当然更没有旺报。那其他什么人间福报，通通没有，一份都没有。为什么？一定是没人买嘛。就那家超商，没有人会去买自由时报以外的报纸。你就可以知道说台南是绿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你就是一直被洗脑嘛。那也就是说，当他大部分的这一群人都不看电子媒体哦，搞不清楚电子媒体，然后绿媒也不报道的时候，纸媒也没有的时候，所以台湾的民众的脑子里面，尤其是绿营的脑子里面，就没有赖清德曾经进去过白宫的这样一个记忆点。赖清德自己也没有办法大肆宣扬。然后即使有报道，你看这些纸媒没有报道，电子媒体有报道，有没有相片？没有相片，连我们的中央社都没有相片，或者是拿到就是摸不着边际的相片。你为什么不放协调展开会里面的相片呢？为什么不放赖清德坐在什么位置呢？有人让你不能放，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阴粉来捣蛋哈。你如果不想听实话的话，真的就不要来了哈，我会一直赶人的。我对于这种不诚实，然后不敢面对自己的问题，然后对于中国手下留情，然后心中没有国家只有利益的这样的人，我是非常瞧不起的。我不恨他们，我没有什么好恨的，又不认识他，我只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群人，就这样子。那至于会帮这些人继续歌功颂德的，我想你要么已经拿到利益了，要么就是真的笨的要死，大概是这样子哦。好，我们只剩下6分钟。好，来，还有谁？我们看看问题哈。好，哥哥晋阳，一般人在看守所能出来探病吗？可以哦。
这个本来就有狱政的规定，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人道的一个狱政啊，所以通常在几轻等哈有重病的情况之下，确实是可以加护，就是一定有人跟在旁边嘛哈，要上铐，然后有时间的限制，所以这个是可以出来探病的。你在讲柯文哲是吗？好。横空出世，蹲在土城里面哈，其实他最大的问题了哈，我认为他在台大的弃捐案的这个26例，如果当时法律就有正常的处理的话，那柯文哲恐怕不会是今天的柯文哲。当时他如果站出来揭发中国的整个器官移植的真相，那他会是一个国际的大英雄。也许他今天已经是总统了。我们不要怕说过去曾经犯错，他不是，他当时一味的躲避他自己应该要负担的一个历史的使命，掩盖这件事情，甚至无端的去对于我们讲葛特曼那本书屠杀那本书里面讲的都是实话，柯文哲2次用 email 确认，还主动给他相片，他最后否认说他讲的是真的，他说他是听来的，道听途说的，这个他是吹牛的，包括他是去中国卖叶克膜，你发现说他可以再用说谎来脱免他的责任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这个政治是一条好生意啊，当医生赚的没有这个多啊，才会最后搞成这个样子嘛。所以最大的惩罚不是你当时面对你应该要负担的责任，我认为最大的惩罚是让你被高高的抬起，然后觉得自己成功在望，然后一下让你从天堂掉下地狱，那才是最大的惩罚。而且我们的贪污治这条路真的太重了。我同意，如果蓝绿或者是蓝绿白了哈，或者说我们今天讲白好了，民众党可以主动提案啊，去修改贪污治罪条例。民进党的人会反对吗？贪污治罪条例真的太重了啊！当时那个法案怎么弄出来的？当然是在蒋经国时代啊，我们要关侦啊，以什么？以高薪啊来养廉，这是过去我们的法官薪水比一般公务员高的原因。检察官薪水也不低，希望说我今天给你比较高的薪水，可以让你比较廉洁，不会贪污腐败。可大部分的公务员的薪水也不是太高。然后，因为我们国家无能，然后大家想要贪污，真的合法的贪污是什么？就利用我不让你有这个正常的移工为代价，我给你绑住一个价格，然后有一群人就以国家损害国家的未来、年轻人的未来、整个产业的未来，然后赚取他自己的利益。那这个结果，恶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嘛。然后你没有高薪养廉啊，因为你没有办法高薪养廉啊，公务员的薪水怎么提高？因为整个国家的 GDP 没有提高啊，公务人员现在真的变得铁饭碗了哈。那国家的薪水没有提高，所有人大部分的薪水，尤其年轻人的薪水上不来啊，那就有一群坏蛋造成今天的结果啊，没有人去反省嘛。好，那我们每一次的选举，我们的选举都要花多少钱才有办法选举？我可以理解柯文哲为什么心里想着他要去弄到20亿，因为20亿才能选总统嘛，他就不用去依附一些财团，对不对？他也不用去跟郭台铭谈判，他也不用跟国民党谈判，他只要有钱，他认为我有钱，我又有这个横空出世，对不对？我有年轻人支持，于是我就可以选总统了嘛。所以他要去搞20亿啊。那这中间可能他太太不知道现在传闻是不是真的啊？有人讲的言之凿凿的，说家里钱太多了，他要去买豪宅，还是他要用儿子的名义去投资？我们等判决结果出来就知道了，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检察官的起诉书里面有这个内容，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判决的结果。那就是你除了为公，那部分也为私嘛。如果你今天是在陈水扁时代，并没有政治献金法的话，你这么做可能可能还是要坐牢，因为陈水扁还是被关了。何况现在已经有政治献金法，然后这对价关系以及你所来往的对象，给你捐钱的人，又是跟台北市政府有重要的一些业务往来，像金华城，你怎么样提高它的这个建蔽率？那这个怎么说呢？你可以增建的那个趴数这么多，你再怎么样都有瓜田李下嘛，你再怎么样都有图利嘛。而且图利罪为什么现在判决的比例这么的高？起诉然后判决比例这么高？柯文哲是始作俑者啊，他去告了一堆图利罪啊，他告前朝啊，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就叫做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啊，自作自受啊，只能这么说了吧。好，那还有人讲说政府的预算为什么不可以年年增高？我们既然所得 GDP 有增高，我们政府的预算就可以增高啊。对不起啊，你看看哈，照概念，如果 GDP 成长是3.3的话，那你的增长也不可以超过。那我们不是啊，我们的预算年年是超过你的 GDP 的增长啊。所以你要讲 GDP 的话，是我们的预算也不可以这样干啊。而且我比较欣赏还是阿根廷总统米雷啦，你是执政者，你自己主动删减预算，这是应该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任政府在删减预算，甚至县市政府都怎么样，大家都心里有数啊。我当然要比上一届高，我等着你砍啊。所以福报通通都福报，而且福报到年终就要开始想，我一定要把它花完，我不把它花完就怎么样？明年根本连福报的机会都没有，我的预算就会减少。所以就是浪费钱，我们不断的浪费钱，那这个国家还可以变富有吗？台湾真的很富有吗？并不是我们还有很多基础建设没做好跟日本相比，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基础建设没有做好。好，所以明天见喽，每一天都要去大事哈，然后明天初6就已经要上班了哈，我们的商城也会恢复，然后这几天还是寒流嘛，要提醒大家，我们在使用暖电的时候可以多喝一点水，但不是叫你睡觉之前要灌水哈，你还是会稍微有点口渴，因为保暖嘛，身体还是会一直在排汗，有一点水汽会排出来，所以它可以除湿，让我们的背脊好温暖。你不会晚上一直要起来上厕所，因为你不会觉得冷嘛，所以不会晚上起来上厕所。但是还是要多喝水，使用暖电就可以让你保持多喝水，又不用晚上起来上厕所。好了，那么就要上班了哈，有人要上班会伤心哈。好，但是不用上班的人就每一天已经过了退休的日子哈。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续大事，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